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京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我们最后一个课题是2个案例，每个案件2个人一组，2组是对抗方。从现在开始，互为对手的，你们要展开45点 KPI 的拉锯战了。火药味已经起来了，你们真正拿了几分啊？保密，保密。那我们先按照这个写，股权转让啊，支持升掉。咱们这次能不能对几个呢？加油！是骡子是马溜一溜，真刀真枪定胜负。怎么了？有点发烧。我觉得你应该睡一会儿。对，你休息一下，舒服一点。2、3年了。实习这段时间应该怎么好好休息过？哎，那妈妈看到的这个会很心疼的。你身体好点了吗？这真的是贴心小太阳，我天！给你加点菜。我们今天下午1点3刻出发，先做一个自己的谈判。我们今天下午1点45，从这儿出发去一个地方谈。我们呢分别将作为买方和卖方的代理律师，到9号时候可能与双方当事人进行一个沟通谈判，直到11号进行终极谈判。好震惊啊！你觉得咱们有把握吗？有啥把握？就是跟他们比。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不是一个特别对抗的过程。怎么说？就我觉得买卖中双方可以是就是共赢的这个原则拿出来，然后就会让你的心态变好。什么鬼？对啊，我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你好我也好，然后这个交易也好，对，大家一起好，然后就不会特别冲突对抗这种。但我觉得他们不，他们可能会拍。你不要被他们带着走啊，我们就 peace。对 ，peace and love。我们全程保持微笑。非零和博弈，前面说以柔克刚，看看张雅琪的力量会不会打在棉花上？你们增加的条款多吗？就是黄色的是我们增加的，这大致挺多呀。但还是感觉还有很多点还没有想到。一步步来嘛。你们从现在开始可以积攒自己的底气，那种谈判的所需要的魄力与压过对方的气势。现在积攒还来得及吗？当然，你想你是花钱的，我来花钱，我买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大爷？我是不是应该强势一点？我是不是应该挑你毛病？是不是跟你说话得那个一点？对吧？对，我们是有钱的那方，他们是缺钱的那方。谢谢陈琳。对。过来看再怎么说。陈琳。他们已经在积攒强大的心理情绪，到时候准备给你们施压。拱火呀！哦，没事，小事儿，也不是小事儿。我们 peace and love， 我们准备用爱感化他们。不管，反正最终只要是你们能达到目的就好，无所谓，对吧？好的，对你们来讲，怎么做到不卑不吭，要把那个事情最顺利的达到。
但是作为卖方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是不少的。看看你们下午的表现吧。好，行。Kimberly，我们先我们到时候讲的时候，我们2个人分一下工吧。然后总共是有5个板块，那我就2和4吧，因为我想着我们交叉的话，另一个人就可以这样导出来吧。把你下来了，天哪，好有压力啊！差不多走了。好的。太帅了！陈律走路真的有那种资深大律师的 style。我们离得好远啊。好，双方律师交换一下谈判文本。来吧，这个是我们给2位律师的。好，谢谢。好，2位律师好。你们好。我们是代表王先生以及王先生的配偶叶女士，关于本次 S 基金收购我们这个电子以及它附属公司的事宜，来跟2位进行一个谈判。然后我是王妍玉，这位是我的同事。我是汪雨桐。我们是 S 基金的代表，我是今天工程的张雅琪，我是今天工程的朱戳莹。谈判的话，我们这边其实可以以咱们买方这边为准，然后我们进行一个补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方式。好的。首先，我会从第1部分的基本条款表述我方的一些修改建议。就目标公司、公司现有业务、公司实控人、公司其他股东，我方都是没有异议的。但是我方对于过渡期的定义跟另一方有一些区别。我方的过渡期的定义是为本意向书签订日至到交易文件签订日的期间。这过渡期有一点奇怪，还没有完成。但是交易文件签订之后，其实股权转让并没有真正的完成，因为我们可能还要变股东名册，然后还要再改工商登记，然后这段期间其实也会有一些咱们买卖双方的风险，所以我们这边是建议说，不如这个过渡期就把它调整到所有过渡期内的事项，包括变工商登记、变股东名册这些全部完成。王毅这边的一个观点其实是实务当中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我方是认为，既然我们签了这个意向书以后，我们还会有一份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在签订协议到正式交割期间的一些过渡期的事项，可以在该份协议里边进行条款的论述。现在我们讨论这个意向书跟签订合同中间的这个期间，才是我们现在想要在这份意向书里边提及的一个过渡期的安排。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其实咱们签这个主要清单跟正式协议之间这个风险，您方也担心，然后我方也担心，然后签正式协议跟股权交割之间的风险，您方也担心，我方也担心，对吧？对，这2个时间段的风险，我们2方都是担心的。那既然这个清单是正式协议的一个主要条款相关的一个约定，所以不如我们直接在今天谈这个主要协议条款的时候，就把2个时间段全部都囊括进来。您方觉得如何？漂亮。因为这个清单不是，其实主要就是反映正式协议的一个主要条款嘛。温柔的推进，是
而且它是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去考量，始终是置于共赢的大前提下。对的，但他的表达又很舒服、舒服柔软。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这样子的话，相当于对我们更有利。我看一下。好，我方同意。所以就是过渡期可以调整到从本意相疏至到正式交割，然后您方细化就可以了吗？可以。但是关于收购的具体安排，您方提到是直至收购方最终持有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这个可能要进行修改，因为我方没有义务去收购您方的全部股权。这个是因为上一轮就是2位客户在沟通的时候，确实明确是说到他们愿意收购恒电子的全部股权。是在那份案件介绍里面写的是全部股权。为打通上下游这个供应链 ，S 基金呢就准备收购王总持有的恒公司的全部股权。他是想把这个公司完全买下来，准备收购。对，哎，那 Tim 为什么？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提出异议的部分。哎，他客户的诉求，他提出异议吗？因为这个100%是上次您方提交的股权收购意向书上面写的100%，但是我方在后面的本次收购具体安排中有明确写明。我们在第一阶段首先会收购80%的股权，然后在进行第一次转让以后，2年起的第1年，我们就会保留这个权利去要求您方进行第2轮的股权转让。简单来说，第2轮股权转让的决定权是在我方手上。我是说我想买，但不是说我现在就得全买，就是有那种大爷的气势在了。你必须得卖，但是我到时候买不买，是我的保留。Kimberly 还是有点气势，对抗性很强。我们有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如果没有收购到100%的话，那公司的收益您方这边也得不到100%。漂亮。另外有一些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这样一些决议提名相关公司内部治理，这些我们也都是有话语权的。好厉害！哦，漂亮漂亮。然后所以可能就是你方这边要跟客户再确认一下，就是 S 基金它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我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现在这一个首轮收购的阶段就是停留在80%，然后以后才决定是否进行收购。第2轮收购具体收购多少是决定权是当时后再决定的。客户给我们的指示就是，首轮股权转让完成后2年日之起的1年内，收购方有权书面通知对方收购您方持有的全部或者是部分的股权。我们当然可以以收购全部股权作为一个目标，但是我方是有这个权利去拒绝收购全部的股权的。保有拒绝的权利，也是一种施压呀。所以我觉得买方也没有错，就是从谈判上来，它是一种策略。你先答应出来把那个给我，但是你打算说买不买，我是一个权利。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您方现在只持有90%的股权。所以现在没有我们去讨论第2轮收购是否能达成100%的百分比股权转让这个需求。这个问题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女士毕竟是这个王先生的配偶，所以原则上来说他们俩应该是一致行动人，所以这个争议应该是不太大，100%这边我方这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关于股权这部分没问题，您可以回去跟 S 基金这边再确认一下，然后咱们可以在下一轮的时候再交换一下意见。那这个我们就先过，好吧？语在之后，他是可能先拉上来谈判说的。
这个里就跟你还是促进的节奏比较强势。你是言语的态度，你给说了。对。他现在解决不了的就先过掉。这真的是2个强势的，但是一个是外刚内刚，一个是外柔内刚，以刚克刚了，这是。那下一个条款，我们去讨论的是对价的支付。刚才我们双方已经讨论了，是同意首期的股权转让分2期支付的。那首轮的话，以转账方式支付收购对价的70%到您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第2期的支付就是在交割后指定天数内支付剩余的30%交易价款到我们双方指定的第3方托管机构，而此款项将会作为保证金的形式由第3方机构进行托管，2年之内付清于您方。但是我们现在定下来的70和30，您方是能接受吗？我们公司的业务 S 基金，我相信也是非常了解的，尤其是在家电的光学这一块、传感器这一块，尤其是可能有一些未来将会非常有前景的自动驾驶、自动巡航等等这样一些业务上，可能对我们公司这个业务的一些需求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公司的前景还是很好。但是如果您方提出这样一个交易对价的话，我方其实会觉得您方的诚意有所欠缺。哦，因为我方其实这边也同时在洽谈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投资机构。呀，这个熟悉的来了。对，言语上次有一次他也是说，他拿出自己的筹码了。所以这个条款，我相信您方也知道它到底有多么严苛，尤其是2年的保证金，这个我方肯定是接受不了的。不过没事，您方也不用担心，因为我方这边有一个对价方案，您方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也是比较有诚意，而且对双方也都蛮公平的。我们首先是按照约定，把这次股权转让分为2期，我们可能希望在正式协议签订起就先付一部分。为什么要先付这一部分呢？因为我方收到钱之后，可能拿到了好处，就会着急想拿到更多的好处，所以我方这边也有动力去把这个工商登记变了。那您方这边在我们办理完工商登记之后，再付起第2期的首期转让对价就可以了。挺好的，你看他还给出了解决方案，还不是单说这个问题。那首先我想要纠正一下您方去履行你们进行相关的工商登记，这是你们在合同里边的义务，不是由于我方给了钱，所以让你们有动力去做这个事情。第2点就是关于第2期的付款日期，我方是想引入第3方托管机构进行托管，以保证金的形式进行支付。托管就是说，2年内我们都拿不到这个钱是吗？就是一定要可能我们这边把相关的这些程序都履行完之后，2年后您方才会给这个钱是吗？对。所以那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您方这个诚意问题，我们可能真的回去要跟王先生再好好沟通一下。您方不能接受的是关于2年这个期限，还是关于价格的百分比？很难说，我方让您先享受到2年的权益之后，您方再给我付这个钱，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对不对？我们不是再付您那个钱，我们是把这个钱先放到一个第3方的机构，但是放在第3方机构的时候，我方依旧是拿不到这个钱。但是我方的已经把我们的钱给了这个第3方托管机构，这个钱也不在于我们完全的掌控范围之内，我们的诚意已经给到了。但您方这边是说我们这边全部要把工商这些给您变了，然后2年之后才拿到全部的钱。您方先一次给转让80%的股权给我们，我们分2次向你们支付。但是你们给我们支付了80%的一半，然后我们给你们80%的股权，这样是不是有一个权利的不对等？我们从来没说过是一半。第1期支付我们都已经给您一个相当高的百分比的价格是多少呀？70或以上，这我方肯定是接受不了的。80或以下，80比例也不小，又不是0.几这样一个。我有个小建议啊。刚才听下来，就感觉你们双方在条款上的分歧还是蛮多的，而且跟客户充分沟通之前，可能很难
在这个版本的协议上达成一个共识。我个人建议啊，就是还是你们各自梳理，就是比如今天的共识和分歧，然后各自跟这个客户去汇报，可能效率会高一点。今天实际上是一个合同条款的一个沟通，谈判的对抗性太强，咱们毕竟是一个交易，对吧？交易的话，大家目的是说促成这个交易，然后为客户双方都控制风险，对吧？现在是往着不成去谈的，大家都不想退。如果您方就是执意觉得可能想留一个20%左右的保证金放在第三方托管账户的话，我方回去会跟客户沟通一下，但是就是确实觉得这点应该很难谈，然后对本次交易的推进可能会有影响，然后希望这一点可能您方也跟 S 基金这边反馈一下。好，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讨论下一个模块。然后关于意向金的安排的话，是否可以同意在我们双方签署交易文件后，意向金将会转为这次股权转让的定金，并抵消相对的收购应付款项？您方提到的这个，就是如果本次收购成功的话，这500万自动纳入您方这个价款，我方会去跟客户沟通的。然后我方初步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也会努力去争取。好。但是，那么相应的，我方这边是觉得，如果本次收购失败的话，我们这边可能就不退还这个意向金了。因为我们的考量是说，毕竟我方给您留了90天的这样一个锁定期，您方在90天内可以对我方公司进行尽调、财务上的了解等等，跟相关人员的访谈啊，我方自动放弃3个月内跟其他这样一些投资机构的洽谈。所以我方是觉得，这个500万可能如果交易失败之后，我方就不做退还了。这个很合理吧？但要看金额的多少吧。对的，但是要看 Kim 的态度了。然后已经给了90天了，我们很有诚意了，太会谈判了。意向金本身给他们的信息里面没有说是可以不退的，就他们卖方就是等于把它当成自己的权利。如果他们争取到了，那客户肯定开心。这个其实市场上比较常见的锁定期是30天，主要是我方给您这边留了3个月的锁定期，其实这个时间还蛮长的，对，90天，可能会作为我们90天的一个补偿。意向金，什么意向金？没变了吧？所以说，您方是相当于就除了不可抗力，是不会退还意向金的吗？我们是我方过错。比如说，可能王先生这边没有及时配合你们去做股转，对，然后没有积极配合你们做尽调啊等等这样一些义务没有满足的话，我方会把这笔意向金退还给你们。如果是您方这边可能根据一些外资它相关的一些规定，您方这边没有成功办理相应的一些登记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也不退还这500万，而其实这500万只占本次收购金额的2.5%，对，您方可以考虑一下。感觉 Kim 已经想要答应了。要不我们过错可能有点不太明确，我们把它定义为过错和违反本清单里边的责任。可以，没问题。他笑了。好的。争取下来了，王毅优秀。在发现有机可乘之后，言语和雨桐开始为卖方争取更多的权利。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第3个板块。对，我们这次把陈述与保证单列出来了。关于这个第一块就是双方的陈述与保证，然后第2块就是转让方的陈述与保证，
因为我们认缴期限其实是到24年年底，相当于我们的股东只差最后的80万左右没有缴纳，但是可能在权利义务转移之后，这80万的金额就因为股东的权利跟义务是附随转让的，所以80万的金额可能就需要由 S 基金来承担了。我感觉这俩现在很能忽悠，不能叫忽悠，但是就是一种嗅觉。哦，所以您方，所以现在我们还没进行尽调，所以是否没法确认。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根据这个成本法它相关的一个规定，还没到这个出资期限的时候就已经实缴了4000多万。那我们公司的估值也是会上升的。对，是的。对，你们在支付对价的时候也会有上升。这个我们再进行讨论。好的，没问题。言语像一个胡闹小白兔的老外婆。另外就是我们增添了收购方的陈述与保证。第一条可能重点的是后半句，收购方拥有可动用的现金或贷款，将会立即投入到目标公司的收购中，现金资源。立即投入可动用的。您方是想要确保我方是，就是有足够的现金流。这个我方需要向确认是吗？所以 S 基金是现金流方面有问题吗？雨桐在这一场表现出来的气场和氛围有点受到了言语的影响，就是言语带着他一起放松，所以两个人的这个团队感也不错。你们收购方需要一并承受我们转让方在持有目标公司期间的公司债务所承担的保证责任。我方其实现在对这一条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一条比较重要。那您方有修改意见吗？他知道对方没有准备这一个模块，因为张雅琪真的是全写在脸上了，就他准备的没准备全在脸上。是，要是没准备就这样子。买方这时候你也可以表示我不接受这一条，也可以的。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增加收购价格这一条，我们其实写的也非常保守，我们是有一个触发条件的，就是如果是公司没有还上，需要我们承担保证责任的时候，才要增加相应的对价。这一条我们再和客户商量。我方既然已经不再担任公司的股东，那么继续再为公司提供相应的保证，背后的这个理由也是不太公平以及合理的，所以可以请您方考虑一下这一点。我方现在不能确认，这个我们再进行讨论。好的，没问题。这一条就先搁置。张雅琪讲话的时候有点着急，然后包括有几个不肯定的点，他就开始对，自己有点含糊了。我觉得被言语忽悠瘸了已经。对。关键王毅他有一种本事，把那种不断的推进背后的那种合理性讲的，让你觉得我拒绝好像很奇怪哈，我应该接受。行吧，我觉得差不多，今天就这样。进一步再跟自己的客户沟通后，再往下推，好吗？眼神。我觉得应该是错了很多。好累啊！好累啊！走吧。我感觉最后的时候就是什么不知道的，然后就向客户确认。客户直接可能让我们滚蛋了，我觉得。这一条我们再和客户商量，这个我们再进行讨论，还需要向客户确认。雅琪，你怎么今天气势有点弱啊？我感觉今天雅琪，这个你没有我们在那次辩论的时候那种。与原著作权的作品有实质性相似，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您方一直在逃避，一直在拉扯。那种气势如虹的那种霸气啊！这是对方提了一个
你就会觉得，这个点那搁置一下，这个点我们再确认一下。就是那我觉得其实你说好这个点我们再去确认，那确认就确认没问题。就是同样是回答这句话，你也可以回答的斩钉截铁。可以，我们确认后回复。下一个。哦，对吧？明白了，对，下次就会了。走走走。今天怎么样？好玩吗？很好奇。弹得很不好。哦，那你们今天弹为啥弹这么久？我以为你们就会去1、2个小时这样子，谁知道你们弹了1个下午。对啊，我们也没有想，就是坐那儿弹，是吗？所有的东西都要向客户确认，然后一些不太我们能够决定的商业上的问题考量的话，然后挣扎了很久时间。但法律方面反而就是稍微少了一点。对，反正。哎，雨桐、雅欣，这个我们组今天晚上准备了一个小的 surprise，先继续工作一会儿，出发的时候我告诉你。好的。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们能把你们的先发给我们吗？你们可以啊，就是电子版的，大家交换一下。好。那我们就先走啦，走吧，走吧。你觉得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你会不会很在意 KPI 的结果？因为这是真的影响我们能不能拿到 offer 的。我在意，我在意。张雅琪就差5，因为这会决定我能不能到100。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次是挺重要的。对呀，最后一个。还是现在还有一点点希望的，我觉得。没关系，加油，我们可以的。啊，那我先出去了。走吧，我们要一起出发。今天晚上，然后带你们来钓虾。哇哦！然后我们看愿者上钩，看能不能钓到。还有这种活动的吗？很难吧？直接捞吧，这个应该是。这会跟他们，这是一个什么意思的表达？你们在抓虾，在抓虾，在点他们是吧？白瞎了，这是。你们之前有钓过虾吗？没有，我也没有，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3个人是同一起步线。哇！来，你们选个小动物，防蚊贴。OK， 谢谢。雨桐，你要吗？我贴过了。你贴过是吧？是这个吗？下雨了吗？哇，又下雨了。我们好有闲情雅致，感觉在雨中钓虾。对呀。本来想要带你们来欣赏一下夕阳的美景，但现在吧，这个阴差阳错，雨中钓虾，既来之则安之，我觉得也别有风味。我觉得更不好钓吧。他就要这种慢慢的这种乐趣。诺律已经开始了。放在水里面。我怎么这么慢？我还在捡它。我有了。但是
逃走了。那个它好像没有被咬掉哎。钓虾真的很难的。哎，我这咬掉一点点，所以说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怎么又要有信心？就是钓个虾也要像做课题一样有信心。当然了，人生就是这样子嘛，对吧？有信心，必须有信心。雅琪有信心，加油！叫虾有信心。不是，是让那个虾要有信心。对，又是在点他们，这全程都是。哦，这么快？但还是脱钩了。没关系，加油，有信心。啊，有了！这么快啊？可能是我的错觉。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有点一惊一乍的？第一次见到一惊一乍的落绿。我每次都是一惊一乍，但是。哎呦！啊！你钓到了，厉害呀！吓我一跳，吓我一跳！你好牛啊！吓死我！哦，这么大的虾啊！赶紧收回来呀！哎，但是这样喊一喊真的很解压。哇，好大一只啊！还是雅琪厉害啊！你好厉害！然后把它放到那个水里面去。要把它这样拿下来，应该是。哎，有戏！雨桐被吓死了。钓虾天选信息。你又有了。他又钓到了。雅琪，你真的是天选之女啊！哎呦妈呀，这钓虾费嗓子。虾不是吃到的，是被吓死的，简直。你好牛啊！天哪，你真的是好厉害呀，雅琪！你太牛了！就是我感觉我也只是运气好，还没有。4连击了已经。他又钓到了。What？ 我怀疑是不是你那一块虾比较多一点啊？我嗓子都喊哑了。没有关系，你知道吗？我刚才一直在担忧会不会我们3个人然后倒腾一晚上，然后都没有。至少我们今天3个人可以分享雅琪的功劳。我们对外说，我们团队今天晚上钓到虾了。这么大的雨！妈呀，这里已经成了个小池塘了。哦哟，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子在如此之大雨的夜晚来钓虾，重点还是和洛丽一起。我觉得要不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特殊的这个经历，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可以发群里，可以，我们现在在钓虾。所以说，风雨再大也要保持微笑，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对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钓虾吧。啊！我也钓到了。天哪，这是多么难忘的夜晚！还挺治愈的，就苦中作乐那种感觉。还蛮解压的。在大雨声里就比较可以放肆的笑，放肆的叫，对，就淹没了你的那种情绪，发泄东西，好像一切你的感受就会缩小，还挺治愈的。很多人喜欢晴天，也有很多人喜欢雨天。对，其实我还蛮喜欢雨天的。雨天的时候，你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然后你会觉得很幸福。以前我喜欢坐在车里看着外面的下雨啊、行人啊，后来我觉得坐在家里找一个沙发、一个角落上一待，这个时候你会想很多事情啊。对，你不会想着说我要出去啊，这么大的阳光我要出去，你会想说哦，我要静静待在这儿思考一下人生啊，思考一下自己要做的事情。咱俩正好相反，每当下雨的时候，我坐在客厅看到外面的雨，我总在想，外面行走的人如果没有伞，
我是否应该下楼为他们撑伞？撑伞虽迟但到。所以他们刚刚已经完成了第1轮的2v2了，而且在看的过程当中，王毅的表现倒是在意料之中。Kim 的表现前半段，其实还是攻击还是很凌厉的。我想问问小何，就是这是跟这个案例本身的持方有关，还是说是他们自己的谈判风格？我觉得是跟谈判风格有关系，就是我觉得王毅他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心态好，是因为他希望把这个交易促成，所以我跟你虽然我们坐在对面，但我们不是完全的对立面，所以我所有的事情，我讲很多的东西，我都是为大家好去考虑，所以你很难拒绝我。化这种持方的劣势为优势，这是王毅的本事啊！王毅真的很厉害，值得肯定的。对，他比以前我对他的感受还要成熟。刚小何老师讲，就当他跟雨桐说第1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能赢。他说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不是对抗的关系，我们是要通过协商来取得共鸣。就当他这个大的基调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能赢。而且他谈判的时候，他说对方先说，然后他再回应，他有一种给人感觉就是别人的重拳打在棉花上，他总能给他化掉。是的，你有多少招你都列出来。我觉得其实张雅琪她之前那个辩论的时候，她的那个气势很强。我刚还跟何律说呢，我说张雅琪少了点，就是当时梁威给肖阳洗脑的时候的那种气势，那个劲儿。我觉得他作为买方嘛，他还是可以把他的气势给拿出来的，完全可以。因为王毅，我感觉他是那个是层层逼近，他看到你退了，那好，那我就可以再近一点。他如果把王毅给破局了的话，王毅那边可能一下子还我怎么接招呢？他可能也会有一点担忧。是，还有就是王毅的这个输出，他的情绪和他这个态度，他是软中带硬，一个软壳，然后里面包裹的是比较硬的东西。对，但那个情绪的输出的方式，还不是那种像雅琪那种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那种柔柔的一点点往外推，反而这种我感觉是在谈判上，我觉得更可怕。是的。我感觉策略上真的有差别，这个经验就影响在谈判策略上。我看这个 Kim 的，我的感觉他是把底线当火线，就是他一上来，这个其实是我方的一个底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一退，我底线就退了，我不能退，可是我不退我就往前进，我也没有空间。但是王毅就不一样，王毅心里很清楚，如果我这边的底是100，我先提出个150。你如果觉得不好，130怎么样？我觉得上完这个节目之后，所有的剧组制片方不太敢跟王姐谈了。小明哥先在前面谈一波，然后小明哥说叫出我的私人律师王毅言语。其实这个好像也是一个销售话术啊，就是我看过一个案例，比如说我来问你说，小姐你来看这个衣服，你想买吗？这个多少钱？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不想买。但如果这个销售跟你说，小姐，我们这个刚好是打折，您看您如果要是买的话，我能给你打到多少折之后，是这个价格啊，然后其实是一个价格，是不是？对，其实是一个价格。是的，对，就是一个是问你是不是想买，第二个是说我已经是这样子了，您不买就是不划算了，对，就亏了。对，所以他其实用的就是后面这个话术。完了，原来我被骗了。不是你没有被骗，你是用同样的价格买了一个没有降价的东西。这件衣服打5折，今天这个是最后一件，买吧，买了是吧？总觉得好像亏了。对。好了，我们刚才看了第1组的2v2的 PK， 其实还有一组也在紧张的备战，而且过程当中还掺杂了胡明昊的一个小小的身体的不适，会不会影响到他临场的发挥？下一段一起来看。哇哦！你好，幸伟。好点了，昨天比前2天好多了。那烧退了吧？雅琪谢谢。烧应该退了点儿，但我不确定现在多少度，因为我没来得及量，一会儿可能量一量。应该没关系。好好休息。现在还不能休息。再坚持2天再休息。只能坚持。最后一站了。哇，你来上班了，你还好吗？你现在好点了吗？好，现在能想事儿了。可以。这2天看电脑字儿都是串行的，
字都串行了。我当时都想让那个把那个网页读出来，我在那躺着听的。哎，现在就体温正常了吗？我不知道，我在夹着。哦。一会儿得看一看。哦，再这样量是吧？太辛苦了。哎，刘律脚怎么了？哎，他也崴了。怎么回事啊？哇，刘律很好呀，还好吗？天哪，还好吗？五 G 最惨导师团，律师这个工作，伤韧带这是。洛律说：“哎，我这拐正好还在呢。”还真是，洛律送拐去了。来，思远，啊，给你送拐来了。啊，这。太好笑了。来，我不要，太丑了，我不要，你不要跟着。这个总比你这样子的，一瘸一瘸的要。不要拒绝，不要拒绝。试一下嘛，你先试一下，对吧？这支撑性是好，肯定是比你不用要好。我这是过来人的前车之鉴。不要站着，你给我赶紧坐吧。天哪，哎，有点担心。脚扭依然是高跟鞋，只是说高度稍微矮了一点。哦，这个是的，职场人的自我要求。走，去2号会议室。啊，好。这个反差，气场有点弱了一些。文婷，咱们去2号会议室开会吧。好，开会。不是选那个编众吗？哦，好的。好的，我们先来选定一下仲裁员。今天下午我们会去选仲裁员。仲裁员的信息呢，我现在给你们，你们大概会有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仲裁员的情况。第一个呢是秦子甲先生，他是我们一家头部私募基金的合规总监，因为我们牵涉到一个投资的 case 嘛。同时他是上海某仲裁委的仲裁员。自己也做过首仲，有非常丰富的仲裁的经验。他是我的师兄，清华大学的法学学士和硕士，同时在校期间念了北大的经双。嚯，然后方烨是我们诉讼部的合伙人，他是瑞士仲裁协会的中国青年大使，然后他是对外经贸的国际法的硕士。哇哦，好吧，这是2位仲裁员的信息，仲裁员的信息我会发你们邮箱。刚刚你们的结果是你们有先手优势，你们来选定仲裁员。啊，我们直接说了是 OK。肯定清北的那个吧。我选择秦子甲先生。果然。我觉得我们选秦子甲。因为他写过这种私募基金合规，然后各种遵守规则的，我感觉他应该会对二基金或者基公司这种违约行为比较不能接受。而且他还有做会证，对那些财务报表应该也很知道。对，所以我不希望他在对面问我财务报表的事情。那你们就是方烨律师，是你们的仲裁员。我来简单说一下选编仲的规则。你是有过生活中的实习的，那么其他同学如果说有过仲裁的相关的经历的话，就会知道，在仲裁案件当中，它跟诉讼不太一样。选择了编仲之后，编仲会从你们的视角去思考一些问题，同时也会对对方的一些问题去发问。所以你们在庭审过程中需要迎接来自于己方和对方仲裁员的发问。这是在编仲的上，但是呢，正常如果是在仲裁的合议程序当中，编仲也会去发挥他们各自去选择的一个立场。但是因为我们这次是以考核为中心的一个 moot， 所以到最后的合议阶段，编仲将不再有自己的立场。他们将会综合评议。然后你们的首仲是我。首仲，哇哦，首席仲裁员。好，那就这样，然后起来继续走。太令人惊讶了。
为何惊讶？没想到会是刘律。是，我也没想到。他是不是夹了2小时了？我感觉他都忘了。他一直没拿出来啊。对，他这还有效吗？这有效。完了。又烧了吗？怎么办？还发烧着，还烧着。一哪都好了呀。没事，你先去休息一下。对，主要还是休息。发烧一般要几天好啊？正常的。2、3天、3、4天，有的可能会1周。救命啊！我觉得你要休息一下。我去稍微调整。焦虑是吧？不应该看这个数的，我感觉知道我最后比不知道之前更难受。多少呀？没说，但是肯定比他之前38.3要高，我感觉。我又有点严重了，我得去打个针。啊，想退烧是吧？出师未捷身先死。你别想这么多，你还是好好休息休养一下。我觉得我明天上午可以。你先不要给自己有太大的心理负担。我走了。好，加油。我当时录最后一期的时候也发烧了，半夜去打了个针。哦，是不是就是这种压力到最后压力，然后最后体力不支，然后你精神压力又大，就吃不消，免疫系统就会薄弱。对的，对的。很担心这一组啊，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黄凯加油！先履行抗辩权应该是，好，律师们给我们下最后的通牒了，必须回家。啊，真的吗？是有什么就客观原因，所以必须要回家？没有，那回啥呀？好可怕，你们！我们可以不用，我们不走，他们也不知道。其实对，是的，知道的。他知道了，又不能现在冲过来把我们拉回去。对，同意。No， 今天这是咱们最后一次一起加班的一天了。啊，是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一起加班了。所以现在我们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别的是一定要做的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我们现在一定要加油啊！那我们得努力一下，把我们的水平拉上去。哦呦，在医院还。哇，太拼了！好都。首先，我觉得我们的道德力的 base 有一点问题，在于这个心智条件。他明知，因为他明。你怎么能证明他明知呢？因为这个聊天记录。哇，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感觉很不真实。啊，我准备开干了。加油，加油！明天不管心里面有多紧张，但是表面一定要很自信的样子。对，最重要的是不怯场，不怯场。我们要内心确信我们的底。最后一天来律所上班，也是最后一次课题汇报，时间过得好快啊！还好有东风本田英仕派一路陪伴。这个车开了这么多天，油还够吗？一会儿得开车去国际仲裁院汇报，我们可不能迟到了。当然没问题。我这辆东风本田英仕派可是插电式混动版本，搭载了本田最新的 ePHEV 强电智混技术，懂节能更懂性能。能灵活智能的切换动力模式，轻松驾驶，无续航焦虑。看咱们车现在这油量，还能开好久呢。不愧是东风本田英仕派，懂节能更懂性能，以后日常通勤和长途旅行都能交给他了。放心好了，最后一次汇报肯定顺顺利利。走吧。
终极课题 ，Final Battle。哦，刘律好帅哇！刘律，咋？虽然不该笑的，但是实在这个太牛了。果然觉得拐杖比较土，这个您的这种觉得是有道理的。雨桐，你可能得帮我过来看一眼。嗯。我怕我倒不进去，撞门了。我们要倒车入库吗？可以吗？可以吗？不太可以，不太可以。不是你推不动它的，你只能告诉我左右。往左一些，往左。哎，对。啊，可以。刘律表情上的那种镇定和这个身体上的窘迫交织在一起，很好笑。倒车成功了。我要停到我的泊车位去。好可爱，我受不了了。就是昨天去看很严重吗？嗯，就要待3周。天哪！就是我这个预计啊，如果说我不折腾的话。天哪，刘律，我扶你一下吧。行，可以，没问题。怎么大家都成这样了呢？我不太理解。这次实习比较费代教律师。哎，没事没事。好，刘律有需要就喊我。好的，我会喊你。门要关吗？啊，不用关。好。来这么早 ？Hello。天啊，你怎么带了个大箱子来了？把我的东西搬回去。啊？这么，我怕明天做好准备了就。Hello。田律早。早。田律早。好一点没有？好点了吧？好点了，退烧了吧？我没敢量。这怎么还有拖行李箱呢？怎么大家都这个造型啊？今天？因为我想整理一下东西。感觉马上就要溜了。洛律请吃早饭了。叫上雨桐一起过去吃早饭。好嘞。雨桐，哎，走吧。啊，好。哇，这个最后一站，然后给你们加油鼓劲一下。这个是雅琪的猪脚饭，雨桐的淮南牛肉汤。哇，天哪！哇，哦，太有心了。你们小时候的话，家里面的话会帮你们做什么吃的？我想吃的，现在已经吃不到了。我奶奶做的猪脚饭。猪脚饭。哦。那雨桐呢？你最想念家里面吃的什么？可能淮南牛肉汤。啊！赶紧！哇，好的，谢谢洛律，太贴心了。你可以多吃点猪脚，这个饭我知道你不是特别感兴趣。哇，太感动了！哎呀，洛律，这个男人太会了。哇！哎，昨天怎么样？你们后来搞到几点？我昨天4点多才睡，我又变成了前面几个课题的那种状态。我就是可能最后一天了吧，就。那你是担心什么呢？就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收尾的话，可能会有点遗憾吧，所以可能担心这个。我是觉得，当然肯定大家都是要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我觉得最后遗不遗憾，其实还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尽自己最大努力。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尽了最大努力，你把你自己可控的都已经做到了最好了，大家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所以说，把自己之前的这些准备，然后好的状态，在最后一个课题的时候都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的。哎，其实我觉得
我记得第一次跟骆玉宁吃早饭也是穿了这套衣服哦，然后当时我还哭得稀里哗啦的，对，然后我觉得就很有仪式感，就今天还是穿着这套衣服，然后呢也是吃了早饭，希望能看到自己的转变，就是成长就好了。是这个我们这一组这样子，在这个实习里面，从早饭开始，然后我们最后一个课题，然后接下来也是以这个早饭完美的收官，挺好，首尾呼应了。终于来到期末大考了，别紧张，来块趣多多香脆曲奇放松一下。哇，谢谢。黄金酥脆的饼身，还有超多香浓巧克力味豆，不愧是趣多多曲奇，一口就爱上。相信我们就像趣多多的豆一样真材实料，最后一站肯定可以超常发挥，逢考必过。那个通知一下大家，10分钟以后到2号会议室集合，所有人，好吧？8个人吗？对，2号会议室开会。哦，好。走吧。走啦，走啦。都还在忙着最后的准备呢。时间过得很快，你们第一天来的时候也是在这里，我带大家开启了这次的实习。1个月过去了，今天是我们实习期的最后一天。那么孩子们就要出征了，3位老师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我分开2边说吧，先诉讼、仲裁这几个同学啊，其实呢，我作为一个非诉律师，今天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仲裁庭，所以我非常期待你们能给我上一课，也非常期待你们的表现。然后第2句呢，是想送给这个我们做商业谈判的这几位同学啊。我们前天听了你们第1场谈判，坦率讲呢，还是有点像在辩论。其实谈判呢，特别是这种商业谈判，对双方来讲都是好事，都是高高兴兴的事情。一方可以收钱，一方可以拓展业务，对吧？所以在这种谈判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原则啊，我觉得是可以针锋相对，但是呢，尽量避免咄咄逼人。对，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谈判中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一路奋战，到最后的关头了，大家必须拿出全部的勇气和你们准备的所有的这些武器，好好的最后的表现一场。上战场了，好燃啊！对，今天这最后一个课题是你们这次实习的最后一站，但其实是你们追逐人生精彩梦想的又一个新的起点。那我只能希望你们全力以赴，享受当下，青春无悔。我起鸡皮疙瘩，我也是。我来带大家聊一聊法律信仰。在我看来，律师第1层，你需要去帮助当事人解决他的问题，保障他的利益。第2层，律师需要参与社会的经济管理秩序。最后，其实我们每个人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推动法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前行以及人类文明的延续。每一位法学生，每一个法律人，心中可能都印着一句话，这句话会在你漫长的职业道路中给你莫大的力量。艰难的时候激励你，黑暗的时候照亮你，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法律信仰。我自己很喜欢一句话，我不同意你说的每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现在我就请大家每个人在我们身后的白板上写下你们自己的法律信条，带着它去打赢我们今天最后一场仗。肖阳先开始。哦，好燃啊，又起鸡皮疙瘩了！天哪，真的是好燃，好热。
接下来我们一起出版。太好看了，这节目。哇，太会拍了，我真是要了命了。哎呦，这个眼神。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正法之圣洁，积人文之底蕴，倡世界之文明。无罪推定，他会时刻提醒我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公理之下，正义不朽，在公道面前，正义就永远能得到维护。Pacta sunt servanda， 有约必守。如果我答应了别人要做到一件事呢，我一定会尽善我的职责，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没有被听见不是沉默的理由，法律让我们不需要保持沉默，仍然能够争取自己的公义。法不阿贵，神不挠屈，我觉得这个是法律的本质。法学的美德是宽容，法律它应当是在一个宽容的前提下，保障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有尊严的去生活。太棒了，天哪！每个人的法律观念跟他的外部的那种表征高度契合。我的灵魂都受到了震荡和洗涤，咚咚咚的声音，起鸡皮疙瘩。真的。表象是帅气的，是逆光的，但它本质其实唤醒了每一个看到这些句子的人内心底，你自己对公平和正义这些抽象概念底层的思考和生活中那种感触。就每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无论在什么背景下，你一定有你心里对于公平和正义的向往。法律就是我们身边能仰仗的最坚实的，也是最后的武器。我觉得在座各位其实严格意义上讲，也在不同的行业或者有着相同或不同的这样的职业背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干脆我们也拿起笔好了，好不好？我们身后都有白板，我们也把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的信仰，如果浓缩成最精炼的语词符号，你要怎么去概括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那个终极目标和信仰？都写完了吗？一个个来呗。可以，小明哥先看一看。第一句话是我们老师上第一堂课跟我们讲的，学演戏先学会做人。刚刚我为什么看胡明浩那句话很感动？他所谓的就是遵守契约精神，其实说白了就是靠谱2个字。是的，对，做事要靠谱，做人也要靠谱。不管是你对生活中对于前辈的尊重，还是你对于做事的努力程度，我觉得都是跟做人有很大的关系。包括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因为社会是人和人之间组成的，不是独立存在的。做人有时候可能更重于你自己的这个专业啊，至少这2个是要并行的。第2句话是我自己总结的，就是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不是个天才啊，也没有多大的能耐。我觉得自己是被老师误招进电影学院的，而且我也没有多大的野心当时。可是后来做着做着呢，就会爱上这行，爱上这行你就放不下来了。尤其当你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你就不甘于自己掉下来。可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生的跌宕起伏有时候不由得你。因为永远会有更好的、更优秀的人会走在你的前面，那所以之后逐渐学会了放平一个心态，就是我不一定要去做
最强的、最厉害的那个人，但是我只要自己努力过了，问心无愧了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人生赢家并不在于说我真的赢了对方，而是在于我真的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和自己的自在啊，活出了自我。哇，小明哥这用后面一句话回答了前面老师那句话。老师说要先学做人，小明哥说这后面就是我的做人态度。我要做的是什么人？做的不是优秀，而是最努力的人。answerable。我的职业信仰来自于我家庭对我的期许，永远学习，永远进化，用开放的头脑迎接未知和挑战。他们非常希望我的人生职业的过程当中拥有开放的头脑，他们希望我终身的对于我的职业和对这个世界有着很强的敬畏心和好奇心。因为我的职业在传播的最前线，所以我希望是立时代潮头，发时代之声。哦，你也是个诗人。我的比较简单，我这个是坚持和坚韧。哦，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对于表演这个职业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概念，觉得它就是一个我的工作。然后呢，我觉得我也没有得到那么多的观众的认可。30多岁，我觉得我对人生，然后对我的工作有更多不同的这个感悟了，而且我会觉得我越来越热爱表演这个职业。我希望我每一次在拍戏感到特别疲惫、特别力竭的时候，我能想到要坚持。然后，当我每一次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空间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需要一个坚韧的品质。那我觉得这4个字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特别好，越过山丘。感谢今天。越过山丘。史明老师，我现在想要怎么定义职业？因为我本职工作是一名大学老师，然后同时也是一位辩手，也是一位演讲讲者，也是一位主持人，身份确实很多元。但是我觉得他们中间有万变不离其宗的内核，就是一表达者。无论你是在讲台、辩台、舞台，但这个表达的身份没有发生过变化。真实是所有新闻人的核心原则。我们传递真相，我们希望受众能够抵达真相。但是真是复杂的，有表层的真，有本质的真，有动机的真，有根源的真，所以这需要有深的能力。这是理性主义能够帮助我们的事情，以逻辑为武器，抵达本质。是的。但同时，理性的时间长了，又容易变得像 AI 一样，太过冰冷。所以这个时候要时刻提醒自己，人性的温度不能缺少。我专门想了用“温”这个字，是因为如果太热了，热情是会灼伤的。你太冷了，你会失去人性，所以温本质上也有尺度感，所以这是交织而成的几个维度的价值取向。但是怎么把握好他们共同画出的这幅画，真的需要一生的时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刚刚开始走过起点的人，所以一点一点慢慢，这是我自己想要去攀登的职业的山峰吧，这是我的理解。Thank you。哎，好想发个朋友圈啊！也不是不行。感谢。那接下来第7站的充能之路，到底能不能够成功的点亮？关键就在接下来这段 VCR 之后了。因为如果这盏灯亮了，我们就可以争取到多一个 offer， 帮帮他们。来，我们一起来看第5段 VCR。这是我们最新的修订版。好。你去给他们。这是考前还在临时抱佛脚，准备到最后一刻。这是麦克风。谢谢。好，双方律师，大家下午好。经过前期比较充分的沟通，我想大家对股权转让主要条款已经做了充分的前期的准备。今天我们就
几个主要的条款，再进行一轮磋商，希望能达成明确的共识。好，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第2次商业谈判。好的，好的，你们好，你们好，很高兴我们今天又能够进行第2次的交谈。太可爱了，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啊，比上一次松弛多了。对，自信。然后希望我们能够来继续推进我们的股权转让的事宜。作为买方，首先简单回复一下你们上次我们沟通后几个关键问题，我们已经向客户进行了确认。首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收购的份额，我们的客户已经明确的确认了，是想要通过分期股权转让的方式来获得100%的股权。你们非常关心我们的客户的账上有没有足够的款项来支付对价，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我们也向客户确认了关于首期转让的对价支付。我们客户觉得，因为签订协议之后还有很多后续的合规的一些程序要走，所以说对于这一条款是持保留意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给出我们的对价支付的方案，等一下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沟通。然后第2点是关于意向金的支付以及过渡期内我们双方权利义务的安排，还有第4个关于收购的先决条件，主要先从这4大方面进行沟通。你们可以吗？你们可以继续。那我们首先进行关于对价支付的沟通，这是我们客户最想要选择的方案。我们的首期股权转让是分为2期来进行，第1期的时间是在股权转让签订之日起支付60%转至你们的账户。然后对于第2期的对价支付是在我们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一个较长的时间之内，再将我们剩余的价款支付给你们的账户。然后我们客户也是非常有诚意，想要跟你们进行合作。上一次我们谈的过程中给出的那个时间比较长，现在我们这里是暂时改为了60天。这个60天是符合10号令关于拿到营业执照后3个月内要支付所有价款的规定的，可以吗？是这样张律师、朱律师好，然后先给您2位问个好，然后另外也非常感谢2位跟 S 基金以及其相关子弟方之间的沟通。然后首先从对价这一块，其实我们就已经能感觉到 S 基金这边的诚意了。尤其是你们大幅的缩减了这个支付的时间，所以首先非常感谢2位，场面话到位了。另外呢，首期转让80%股权的时候，其实客户的意思是想拿到90%的价款，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支付期限非常的长，那不知道 S 金这边愿不愿意就是说把付款的这个比例也相应提高一些。没有回答对方提的问，但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是的，其实这个节奏挺好的，以退为进了。因为王总现在他有一些债务的问题，所以我们客户也是有一个资金安全的考虑。但是我方已经做出很大的退让，就是上次我们提出2期支付，第1期就是真金白银的给你们支付现金，第2次其实我们是提出把它放在第3方托管的。但是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也知道你们想要尽快把钱拿在手上，所以我们才提出了省掉第3方托管这一个程序。能让你们尽快拿到更多100%的金额的。就我们已经做过退让了，那你们诚意已经有了，你们接不接受呢？但是可能我们也要先跟你们强调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给你们先要做一个工商登记的变更，等于是已经非常大的程度上保障了你们的权利了。所以能不能把第1期的价款从60%再往上提一些？我们这边的比较客户认可的是90%。
老实说吧，90的话，我们客户是应该不会接受的。很好，这个态度就对了，很强硬啊。对，这个才是谈判的方式。但是我方当然也是很有诚意去继续进行这个交易，但是您方能够接受最低的比例是多少？哎，在试探底线了。你先报底线。是的，不然就很被动。应该就是90，最低是90。对，是的。那可能我方客户不能接受的。对 ，Kim， 这个就对了。对，双方都僵持的情况下，谁先做出让步呢？那就得看谁手上牌多了。我觉得王毅是故意坚持的，我也觉得他应该有底线的，应该有会让。对。是这样，就是我们会去给客户反馈的，但是2位律师麻烦也给 S 金反馈一下，就是王先生虽然是有些个人债务，但是他这边也非常负责的有请一些会计机构啊、律师机构对公司的一个合规性做一些调查，就是说也希望 S 金放心一些。那我们可能对价款的反馈就这么多。好的，反正我们目前能定下来就是咱们分2期嘛，然后金额的这个双方就回去跟各自的客户确认。好的。关于第1期价款的支付，我们先不谈那个百分比了，我们先谈一下先决条件吧。你们继续。这场表现出来的气场和氛围比2天前好很多。遇到这种争议问题，他们双方没有急于对抗，而是先求同存异，推进其他事项的谈判。其实我们有了解到对价支付，包括刚刚张律师提到的这个10号令的问题，就说明其实境外机构去投资国内企业是有相关的一套非常全面的一套规定的，包括对价支付其实也在这套规定的流程之内。2位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进度安排过一下，因为这块确实是法律合规性的一个要求，也是这一次我们交易的一个大的前提。好的。具体而言，由我的同事来为2位介绍一下。好，推进节奏了。我们主要就是针对1.7的进度条款安排，向2位沟通一下。1、2、3、4条是上一次谈判的时候你们提出的，这个我们已经初步的可以认可了。然后关于第5条，可能有一个安全审查的机制，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某一方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并不会涉及很多的金额，可能只是一个工作量的问题。所以就第5条，你们有没有愿意去做一个安全审查的咨询？可以明确一下吧？你说的第5条的依据是37号文吗？依据的是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好，那我们这边也有提出的，所以我们绝对会同意的。好的。那所以2位这边是想有一个配合的这么一个主体嘛？那就是说，您方来主导，来进行我们来做是吗？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初步的问一下，没有，不用有什么压力。对。雨桐呢也是就比第1次很明显就是成熟了很多，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是在引导对方推进谈判的流程。第10条的话，规定的是10号文里头的第25条，领取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是我们这边来办。过，我们同意。然后第11条是需要取得一个外汇登记手续，并且取得一个业务登记凭证。第12条，转让方也就是我们这边开立资产变现账户，该账户可能就是用于收取你们支付的一个股权转让的对价。没问题。好的。然后下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意向金。意向书里面也有提过，我们将会支付500万的意向金，我们客户的意愿就是支付到我们双方共同开设的一个共管账户。但是其实关于意向金这块的话，客户也是给我们有一个指示的，就是客户是觉得想尽快取得这笔意向金，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纳税的义务，所以就是想说能不能尽快直接就是把这笔钱打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纳税，然后推进这一次的并购了。这小何律师，这也是个理由吗？我急着交税。
是个理由，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这种交易，它很多时候是谁拿到了这个股权，谁去做这个纳税的动作，是，所以是可以变成他们的一个筹码的。他把一个义务变成了自己的一项，就是可以谈判的筹码，也还是蛮厉害。明白了。其实上次2位律师提到的一些关于意向金的一些条款，我们也加了进来，2位可以看一下，在第3页的1.6条。我们这边就是说，如果这次收购成功的话，我们同意你们上一次谈判中说的，把它归入一个对价，这一点我们是认可的。如果这次是由于收购方的过错而失败了，那我们就不再退还这笔意向金了。但是同样的，我们权利义务相等，我们如果是因为我们转让方的过错而失败了，我们会退还你们这笔意向金。雨桐还是提出的上一次自己这方的观点。我方这边是觉得，如果本次收购失败的话，我们这边可能就不退还这个意向金了。我方过错。意向金本身给他们的信息里面没有说是可以不退的，这边还要同意了。对，就可以同意。就要看 Kim 了。别，你看，别稳住先，这个就对了。我们理解，对于你们提出的，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过失导致我们没能进行下一步的交易的话，你们没收我们的意向金，我们是同意的。但是要是我们过错，你们就把我的意向金没收，那不是损失就是在我身上吗？那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是我们对等的条款呢？找到理由了。是这样，意向金它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关于锁定期的一个对价。惯常的一个期限其实是30天，但这一次咱们锁定期非常长，有90天，所以我理解其实这个相应的对价部分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对等的。你们刚才说了是一个锁定期对你们的成本的考虑，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有一个融资成本的一个考虑。我们所取得的资金放在你们这个投资项目里边，每天都是在累积着一个成本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相对应的一个条款去保障我们。要是因为你们过失导致我们没能签署正式的文件的话，你们也需要向我们赔偿与意向金同价的一个违约金。漂亮，弄回来了，你这就对了，不但退还还要赔偿。对，我们理解的是，你们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可能在法律依据上没有一个非常强硬的规定，所以我们再跟客户确认一下吧。对，而且我猜测客户可能会提说，如果意向金我们这边可能需要双倍返还，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安排的话，那可能锁定期会相应的减少。对。有来有回了。我们客户的意思是挺明确的，他说就是如果你们想要在我们有过失的情况下没收我们的意向金的话，那我们也需要你们相对做出一个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承诺。如果是你们没能答应我们的承诺的话，那我们也不能答应你们需要没收我们意向金这一个要求。所以就是我们也是需要你们去跟你们客户确认能否接受。我们会跟客户确认的，对。哎呀，皱眉头了，这一招超乎他俩的预料了。好，那关于意向金的部分已经完了，我们现在会交给我的同事跟你们讨论关于过渡期的安排。因为过渡期这一段期间的话，是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公司的一些经营情况的变化呀，所以说我们会对这一部分的条款的规定比较细致。这里是写了有17点。首先，我们这个第1点是关于日常业务的规管问题，有一些担心，如果在这个过渡期间内发生了一些非正常的商业行为，比如说如果对业务进行了实质性的变更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可能会导致公司的业务收入减少。所以说，其实就是王先生他这边有给我们一个大的反馈，就是公司毕竟也是他的心血，所以他其实也是愿意就是在过渡期这个期间继续持续运营公司的，然后可能一直到他100%完全退出公司之后，他可能就不再操心公司的业务了。
对，所以2位其实对于这17个条款不用过多的担心，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在咬文嚼字方面有一些，对，是的。具体的条款怎么写的话，这个细节我们等一下最后定稿的时候可以再进行具体的书写。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主要就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进行讨论。谁管公司过渡期内？然后第3点的话，乙方应当要允许甲方可以查阅公司的账簿记录。我们提出这一点，主要是想要在这个过渡期内能够更好的帮助公司的经营。但是可能具体的规定我们要回去再确认一下。好的。然后下面的话，6到第8点其实都是有关放贷保证。我们在第1条也是说不会在公司的股权上有一些质押或者一些权利负担，我理解是一个意思吗？对，我们这边是把它进行了细化。张雅琪进步很多，成熟很多。其实今天是更加沉稳的。对，有把握的我才讲，没把握的我也不随便讲。我觉得这也是成熟的表现。是的。第8点，甲方具有一定的决策权，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会采取任何涉及重大义务或可能导致其经营范围或目标公司价值实质减少的行动。是这样，就是其实是有一个法律的规定明确指出，可能就是在S音这边把对价支付完毕之后，那么 S音可能才能作为股东享有相应的一个企业决策权。那过渡期的话，其实我们写这些点出来，不是想要干预你们的决策权，我们也没有禁止你们进行这些行动，只不过是我们希望你们能取得我方的书面同意才会进行这个行动。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很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交易对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交易的进行。明白。其实我们双方也知道的，过渡期在我们这一个情况下是相对较短，我们双方都想要很快的就履行完成交割，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对你们的约束其实也不是很严重。主要是违法。这个3个月跟10号文这个就是10号文的补充吧。这个挺有用的，我感觉。只是说不得取得企业决策权，那就决策权不能给你。对啊，决策权还是我们的，在你付清全部购买金钱，就是你那个尾款不付完，你就不能取得企业决策权。这样做很有可能违法，所以我们是有点不敢。但是其实我们充分理解就是 S 基金这边的一个考量，所以我们是在想，可不可以就是过渡期的承诺，我们以一个大的原则上这样的一个约定为准，就不进一步的细化了，否则可能会真的跟法律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然后整个项目的批准都过不了。好厉害！王毅还是比较亮眼的，很放松，然后节奏把控的也比较好。反正该坚持的地方坚持，该放的地方放。就今天谈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一些主要的重要性条款都取得了相对比较一致的一些谈拢的地方。那么还有个别条款需要征求各自客户的意见，我建议你们双方尽快去跟客户做一个沟通，沟通完了以后呢，再把双方的条款做一个合拢。就是一个是你们现在没有达成一致的，就是在股权转让第一期，买方是愿意支付%和卖方想要得到的%不一致。第二个是意向金是否要涉及到意向金转定金的这种模式，这个也跟自己的客户做一个确认。喂，两位律师好。王总好。那么目前我们这次的谈判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然后基本一些大的原则，一些比较重要的条款基本都定下来了。但是还有小问题需要跟王总您再确认一下。在这次谈判也跟对方提到了意向金，他们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因为我们的过失，我们不仅要全额去返还这个意向金，还要支付同价的违约金，也就是2倍返还。这一条原则上我可能是需要他们帮我界定一下，那什么是我的过失？
这个过错我不知道，就是他能够帮我列一列做哪些事情，那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好的，那就是说，如果他这个过错列举的您可以接受的话，您是愿意把它就当做定金双倍返还，是这个意思吗？对啊，对的。然后就意向金的话，想再补充一点，对方提出了一个共管账户这个概念，就是提出了这个想法，您可以接受吗？我可以接受，因为共管账户你也有个户头嘛，就是户头是我的名字，但是他们可以加一个硬件的一起来共管这样。那最后一个是可能在首期我们转80%这次价款的时候，对方提出是说想按60-40这个比例来付，所以不知道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我肯定不能接受啊。一开始从谈判角度来讲，他们抛一个70给我。那首轮的话，以转账方式支付收购对价的70%，第二期的支付30%。70-30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还会再把这个数字反而下降了，感情上我其实也很难接受。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上一次的这个付款期限拖得非常晚，然后会有70-30这样的比例，但这一次他们是把时间期限提前了。但确实你现在给我反馈这样一个信息，我确实可能还是要消化消化。时间换价格。那可能王总你这边的目前的底线是？我心里想的肯定还是90或者接近90一个数字了。这和他们的60差的有点远，太远了。好，双方律师各自跟自己的客户做了沟通和确认，那我们就看数字性的有待客户确认的问题有没有达成共识，看看你们再对一下。彼此都得让一让。关于意向金这个方面的话，客户其实大的原则是接受这个意向金转为定金来去讨论使用的，但是可能希望就是两位律师这边可以把过错具体的内容再细化一下，然后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无穷尽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可能关于共管账户这一块，其实客户是同意建立一个共管账户，只要双方律师回去再确认一下合规性问题之后，那么可能户头就是王先生这边还是希望是他。我们客户也希望是我们。但是，这一点我们可以后续再商量。反正我们达成的共识就是可以接受共管账户，还有就是双方都可以接受为对方的损失进行一个赔偿的。关于对价支付，我们这边客户的意见是还是坚持90%和10%这个对价。因为他就提到上一次提出的是70和30，然后现在一下子变成了60和40，就是于情于理他都不太能接受，所以还是要坚持一个90%、10%的一个对价。好，到实质性问题了。好的，这一个部分我们跟客户沟通之后，客户予以确认。达成了吗？这个好像有点问题。电子光登记之后才能对，特别不好。不然这个画下来，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个上去谈。老实说吧，90的话，我们客户是应该不会接受的。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这一块，根据10号文还有其他一些文件的相关规定，那么其实我们这边是需要在全套的工商登记变更完毕之后，才可以去接收价款的。你们说在签订正式协议的时候就把钱给我们，然后我方这边是想说，我们可能要在工商变更登记之后才能。对，是的，我们可能这个时间节点还要再晚一些。对，就是你们还可以把这个钱继续留一会儿。对，虽然我们其实也更希望就是在签订这个协议之后，立刻7天内向您方就是提的这样，其实也非常利于我方，但是这毕竟是出于一个法律合规性的要求。那我们这次交易也应该建立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之上，我们也是非常无奈，然后把这个相应的一个流程拉长了。我们给了你们一些时间上的缓冲，那不知道 S 金这边愿不愿意就是说把付款的这个比例也相应提高一些？你可以晚点付，但你多付一点。晚点付是因为法律有规定，你只能在那个时候付。
看起来让步了，但其实是本身就是底线了。是的。工商登记就会进行第1轮的支付，这是比我们之前对方提出的要求，就是说签了 SPA 以后5天要支付是已经晚了很多，所以对我们是争取这样的一个条件是很有利的。我觉得我商业上我原则上可以接受了，因为等于说用时间去交换了一定的金额的一个比例的一个提高嘛。漂亮。律师的嘴太厉害了。对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交易结束了啊，合作愉快。这么快就合作愉快？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双方应该约定一下，把今天确认下来谈定的大原则内容，双方再有一个相互的统稿，形成一个最终版本给各自的客户确认，应该有这么一个流程，然后确认完了以后才进入到正式的等待客户的签署。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你们双方通过谈判，把一些大的一些原则问题还是形成了比较好的一致。应该有个小小的形式，你们双方握个手吧。谈了一下午了，握个手，好吧？握个手，鼓个掌吧，我们。好，谈判成功。哦，辛苦了汪律师，辛苦了王毅律师，辛苦了张律师。谈判就到此为止，各位律师先回办公室。那我们就小结一下今天的商务谈判。应该说很明显，第2次谈判都比第1次成熟很多，进步很多，对吧？卖方这个组从一开始就表现比较稳，很放松，然后节奏把控的也比较好。但是呢，卖方天然的是要求不多嘛，我要求相对而言，我只要把股权给你，我拿到钱我就完了，反正想的东西不用太多。买方你后面又是职业投资人，对你的要求和你对你的条款上的要求肯定会高一些，这个对他们来讲赋予的这个责任跟难度要大一些。今天这一场谈判，我觉得他们其实旗鼓相当。对，是的。这边是言语有变通，这边是 Kimberly 呢能够很快的能够变通。从今天的场面上看，我觉得看不出两个双方有哪一方强哪一方。那整个TS的商务谈判胜出的就是。好家伙，这也太相近了吧！别啊，他是一点提示都不给啊。对呀，这就确实难猜。我可能会支持王毅言语那组。王毅言语稍胜一筹，因为他们那组从第1轮到第2轮都发挥比较稳定，而且他们在大原则下其实是他们坚持的东西，最终都获得了成功。没错。另外就是王毅言语自己个人在整个的过程中也是情绪输出始终都是比较稳定，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他们会获胜。没错，我看到之后也是这样的感觉，而且核心的几个战场，包括这500万返还的问题，如果说第1次谈判王毅叫做大幅领先，在每一个战场基本上都守住了的话，那第2个就是各有胜负。500万这边其实 Kim 要回来了。没收你可以，但完了不行，你得还1000万，这是平等。但是在这个时间轴上，90%到10%，王毅守住了。然后这2个点，我觉得90%这个可能会更关键一点。是的，因为那个500万的返还毕竟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但是这个90是本身交易最重要的一部分。对对价，我觉得他捍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事人的权益。我也是想选王毅他们组。王毅他是保持了他一贯的这个风格，稳定性，然后以柔带刚，然后输出这些重要的点。作为要在撑伞人之后发言的人，我这个节奏是应该遵循自己内心，还是遵循？这次是我跟着他俩的。你今天你是跟他俩的，所以你不是自己决定了。如果我自己你要犹豫一下。那行，我又怕你这伞一会儿又反过来了，就是心里忐忑。好，那如果我们觉得王毅和汪雨桐这边在刚才的表现当中更胜一筹的，3、2、1，请举手。哇，全票。好，那第2个我们还要进行一轮投票，是 MVP 了。对，我们要选4位到底是谁。反正我的原则特别简单，就是假设我现在要从里面选一个人去帮我进行一场真的商务谈判的话，我会找谁？找谁？小明哥。
找小明哥，小明哥找谁？小明哥找谁，咱就找谁。我好像已经提前做出了选择了。看完了整个的他们的表现，还坚定这个选择吗？非常的坚定，非常坚定。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他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其实在很多的场合下是一个能够制胜的法宝。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选择情绪稳定的人。对，王毅在这个里面还是相当的出彩，同时还是因为王毅，然后王雨桐的整个状态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所以我觉得给队友带来的这个感染力也更加持了王毅本身的实力。对。靠谱，值得信赖。那我们也来举手好了，觉得刚才这一轮当中 MVP 是王毅言语的3、2、1，请举手。哇，全票通过。那剧情接下去估计会反转。那你要不要选一个相反的票？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别！不要吓我哦。好，我们已经点亮了6盏充能之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趣多多职场竞猜时刻。我们刚才一致全票通过，认为获胜的队伍是王毅言语队 ，MVP 的获得者是王毅言语。辛苦玉琪了，好不好？好，我来。来，我们在上面盖上我们的 offer 印章。盖在上面对就好了，是吧？在它的右上角。漂亮，漂亮，好嘞！你拿上张特有会计的感觉，哎，来，是不是有了？有了，这是公司财政大选。到底能否成功的点亮第7盏充能之路？到底能不能赢得宝贵的第3个 offer 的名额？接下来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结果的揭晓会在下一期的最开始，各位，所以我们一起共同等待这个小小的但是漫长而焦虑的时间，在下期的开始，我们一同来看到底这盏灯会不会亮。下期见。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展开45点 KPI 的拉锯战了。S 公司和2基金投资协议纠纷案现在开庭，请求裁决2基金赔偿损失。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没有履行能力。被申请人在当时已经违反协议，不能作为违反合同的抗辩。申请人财务数据造假构成违约。 S 公司没有义务在我们方的去2号会议室集合。只有 KPI 达到100分以上的同学才能进入终极面试。在最后一个课题中拿到的分值是，哇，还是挺浪漫的。哇塞，我好丰盛。谢谢。你们有谁喝酸梅汤吗？我喝。哇哦！佳琪。对不起。向着天空喊给未来的自己。我希望我不想说我很普通，继续成为你自己，永不妥协。现在进入最终级面试，终于到这一天了，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请进。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情表赞助播出。
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翼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